大家好，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今天给大家介绍多肉上盆的2种方式，会具体的演示上盆前修根修到哪里才会既能生根还会爆载。本期视频于3月26日的视频是姐妹篇。上一个视频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盆前有哪些叶子千万不能撸。如果感兴趣，可以去观看3月26日的视频。为了这颗月影，新买的一个盆儿，因为它后面会越长越多嘛，索性买个大点的坛。然后现在，刚才这颗已经种好了，这颗水都浇好了。本来想用这颗做示例给大家看是怎么上盆的，结果忘录了。我最喜欢的这一颗，用的这个小盆跟那一个是同一款，对吧？这俩是同一款盆。往这里沥水，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月影上盆，放一点桃粒底下，透气透水。然后上土，看一下月影的根系。就是上修根的时候，有的人都修掉嘛，留一点，然后用木炭粉放一下。那我看看这个根系还好的，我一般倾向于就这样带根的上。不过这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这个根真的已经很不什么，在里边加进去水之后，有一种情况下它会腐烂掉。从我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这个问题倒是不大。我都是用这种方式，然后这个根你不是想放进去吗？你不知道高矮对吧？你可以比一下，大概你想放在这个位置嘛，那么你土就要填在这里。那我的做法就是这样的，这个手扶住，让它保持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往里面填土。为什么感觉这么笨重呢？因为我前面有一个录像的东西，这个土不太好填，知道吧？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好很多。好了，填好之后这样，根不是在中间嘛，这个土都很松动的嘛，就跟这里给它往中间挤压一下，让它起到固定的作用。不要一浇水它倒伏了是吧？这样，特别是中间这里，就是你这个手这里往中间这里推一下，它中间就挤过去了嘛，它就扎实一点，根就立得牢，对吧？然后到这样差不多之后，放点铺面石作用，夏天的对吧？它可以降温，它可以预防那个病虫，特别是虫。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能固定住这个蜘蛛，因为麦饭石之类的嘛，它不是石头嘛，然后它不是不均匀嘛，你就一手轻轻扶住这个苗，然后这样晃动一下，相对就均匀了。然后这里有没盖住的，为了美观我们把它盖住，对吧？这里感觉有点低，着补这样来说，相对来说固定好了，这个已经沥完水了。然后浇定根水，浇水时候用这种尖嘴的，这种它不容易把土啊之类的冲跑，然后呢它也能起到慢慢渗透的作用，它这是均匀的，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小的浇水的东西。然后浇定根水，这个水叫定根水，就是固定根的嘛，顾名思义。浇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浇这个花种好了之后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嘛，也不会见太阳，所以你不用担心里面有水珠它会腐烂或者它会晒伤，
就这样浇。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它是叶片也能得到清洗降温，然后叶片中间我们刚才不看到没有很多脏脏的东西，就是那个土用那个皮吹也吹不出来的那种。这个还是有暗纹的。哇，浇上水之后，这棵花人靠依附马靠岸，真的是。浇透之后就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不要没事就去把它拔起来看看，哎，根长没长好，都被你拔死了，对吧？好好的多肉都被你拔死了。就是说你怎么判断它就是浮没浮盆呢？之前我们专门做过一期视频来讲的，怎么判断多肉浮盆的。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你发现它有变化的，那么又或者是变好或者是变坏，对吧？就是说比如说它原来是聚拢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好像有点散开了，那证明它是在浮盆的一个过程中已经马上就要浮好了。为什么？因为它有变化的，有水进来了，它要张开了，类似于我们说的有点土长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你放在阴凉的地方，没有通风，它没有太阳，那么它水进来之后它自然要土长。如果我们浮盆了之后再放在有太阳的地方，它就会慢慢聚拢起来。所以你放在这之后，过一段时间你发现这叶片本来现在都是这样紧凑的，慢慢好像有点张开了，这是一个好信号，证明它浮盆已经差不多了。为什么它会张开呢？刚才已经说了，因为它没有见到太阳，它有点像有土长的痕迹了，对不对？我们正常的花如果没有太阳，它也会张开，摊大饼穿裙子这种信号都会出来，证明它是土长的。你的新花浮盆的时候也是，对吧？因为它没有太阳，所以它才会土，所以证明它浮盆快成功了。如果你发现你的花，哎，怎么要摊大饼的？恭喜你，浮盆马上就成功了。这个时候就是慢慢可以它如果有点土的时候，可以慢慢的移到散射光的地方，但还要保持通风。然后呢，过段时间，剩一段时间，然后你再放到有太阳的地方去。至于浮盆的时间呀，其实要看温度，看环境，就是看你的温度、湿度、通风度，还有你花本身它的根原来是什么样的，还有你的土，这些都有关系的。接下来我们种这棵小的，然后我教大家另外一种修根的方式，就是有一部分人他是这样种的，就这个根都不要了，因为我们看到它这里有一颗很好的主根在这里，对吧？就把这些都剪掉，这个因为这已经干枯了嘛，就都不要了，都剪掉。剪掉之后是这样的，能不能看到这种地方？这就是出芽出根的地方，这叫生长点嘛，这种地方。镊子来给大家演示看，这种黑的地方，还有刚才有一个都已经爆芽点的这种地方，这种地方叫生长点。生长点就是会生长东西，生长出来东西的地方。它生长什么呢？如果你在土面之上，它长出来的是侧芽，或者是抱的一个头。如果你再把它埋到了土壤之下，那么它从这个地方就开始长根了。这里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个上面留有的生长点，那么你这棵植物逻辑来说，道理来说，它就是会存活的。所以取决于你现在，如果比如说想让它在这里爆芽，那么你就要保证爆芽的地方在上边，对吧？爆小崽。如果你就想把它都埋在土，现在不想让它，就想让它整株现在放进去，以后不希望这里，那么你要保证留有生长点。为什么？因为你还有根呢，你没有生长点，你根也没有了，所以要保证你的生长点，要保证有1-2个生长点或者稍微多一点，然后在土里边你可以剪得短一点，也就是说你是在这里剪掉了，就是不是在这里剪，就是你土比如说埋在这里，那么这些点就会生根，上面的就会爆崽或长一个叶子出来或长芽出来。如果你把这里都剪掉，那么它只能是这些地方在
生根了，然后随着叶片的脱落，上面再出来生长点，只能在这个上边再长出来，比如说爆出来的小崽呀，或者长出来的侧芽，或长出来这种东西。这样说能不能明白？可能说的有点啰嗦了啊，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一定要保证生长点。这就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叶插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它有生长点的原因，因为生长点才能有根出来，才能有芽出来，一个道理。所以这棵呢，刚才我们那棵呢，我是选择留下那个根那种方式，这个呢，我是选择把这个根剪掉这种方式。然后这里下边都是干的嘛，既然这里有个生长点，我就留着它，我从这里剪掉。这里，本来想留在那边，但是我刚才发现那个根，看，它好像有一点点腐烂掉了嘛，我就又往上来看到这种地方，好像光线看不太清楚，中间有个小圆圈，它是。然后外边是白的，这种情况下证明这里到健康的根部了。刚才那里有可能那个根有点问题，也就是说，刚才这种入盆的方式，如果那个根有问题，有可能它不会发出来，有可能它真的会发出来，这个就是一个风险的问题。所以你现在到这个位置，它肯定就是没有烂的地方了嘛。刚才那个烂的大家也看到了，对吧？这个时候再怎么做呢？这个时候你不是要上盆了吗？上盆你一会儿要浇定根水，然后为了它沾到水腐烂，然后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用什么？用碳粉，用木炭粉，蘸一点木炭粉。蘸好木炭粉，继续上盆。木炭粉的作用是什么？是隔离根和水和隔离根潮湿的土壤，起到隔离的作用，对吧？这样我们再上就不怕它烂掉了。同样的方法，这次我用这个白盆了。白方就是透气性好，这个就尽情的放吧，因为以后我告诉你怎么放。这种跟刚才的这个种植方式不一样的，不用把住它，你只要保证土填到合适的位置，对吧？比如说这个位置，然后你把它，放在这里。这个因为它是根很浅的嘛，所以贴着它多放一点，固定住它，不让它倒掉。这样，然后旁边放好。干土上盆的都要浇定根水的，除非你是湿土上盆的。中间浇下去，冲洗干净，然后也保证这个水是从根部流下去的。种好了，1、2、3、4、5、6、7、8、9、10、11、12、13，这个是刚才的月影，对吧？就按照原来的根种的，这个是修的根抹了木炭粉种的，然后这些呢就是我按照它的不同吧，就是不同的状况、不同的分析，然后种出来的。现在呢，就这几个浇完水了。这个呢，我们接下来浇定根水，记住定根水就从中间这里浇透为止。那本期视频呢，录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不懂怎么上盆的，我有做过一期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专门讲怎么浮盆的5步骤。然后今天呢是实际的，就相当于实操给大家看一下。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你就给我点赞，然后关注并转发我的频道。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再见。